今日就借你这身躯，换一个蓝银碧月吧。殿下，我家小姐如何？她所中之毒有些奇怪，导致她体内阴阳颠倒，五行错乱。不过，想要为她解毒，还需有纯阴之力辅佐。殿下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我已为你家小姐封出血脉，你且好好照顾你家小姐，我去就回。是。我派系之中有一重臣，昨夜受奸人所害，身受其毒，需要纯阳纯阴之力方可化解，因此需要你以碧月之力助我。走，救人要紧。他曾经爱慕于我。爱慕于你，这跟救人有什么关系？走了。他体内的毒暂时被压制住了，但他处于昏迷，无法排出体外，还需有人牵引而出。你又自作主张。没事。听说没有牵引的武功，我比你再好。毒已经解了，一诊查的功夫就会醒过来。你体内的余毒虽排，但毒素过体，依然身体受损。跟我来。还在因为刚才运功逼毒的事情生气呢？你还知道我会生气了？救人也不能伤了自己的身体啊！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着。最好是这样。你在担心我啊？没有。那你干什么要板着脸啊？我一心救他，还不是因为……所以你是因为我？因为江湖救急，义气所在，明白吗？你还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我问你，你救他之时，心中就没有什么其他想法？我应该有点什么想法。我以为你至少会吃醋。你也说了是曾经，我又何必在意？难道你还想让我吃醋不成？你在生什么气啊？谁生气了？莫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那你板着脸做什么？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。哦，你说凤尚书中毒之事？为何凤栖梧所中之毒，恰好能被蓝银碧月所解？你的意思是，幕后之人其实是针对我们来的？这一次，他们是想通过凤栖梧中毒来试探我们，确定我们可以施展出蓝银碧月。会是谁呢？不管是谁，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。我是担心他会对你我下手，所以这些时日
你我必须同行，切莫分开，彼此策应。我只是担心幕后之人或有其他算计。你可有听过此地无银的故事？殿下，我家小姐醒了。七武拜见殿下，有劳殿下费心了。你身体刚好，不必如此多礼。早就听闻雍州有一女尚书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人间绝色。想必这位就是风姑娘。七武多谢风姑娘救命之恩。七武美人，不必多礼。你说你生得这么美，名字这么好听，怎么就眼神不大好？啊，七武奇异本是奉七于吾，应该找一颗最好的梧桐，怎么找了一个狡猾的黑狐狸？还不知风姑娘全名啊，这还给忘了，在下天生门白风息。原来是风息女侠，你识得我？早就听闻女侠大名，没想到今日竟然相见了。这不就巧了吗？我也早就想见见凤尚书了。凤尚书可还记得打伤你的人？那人武功极高，一招之内便将我打晕了，未曾见过他的模样。七武如今身子已好多了，此事可之后再论。七武此刻担心的是三殿下会借此机会对我凤家下手。凤家于雍州100年，绝不可毁于七武之手。七武，你体内的毒虽解，但余毒未解，你需要静养，绝不可操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事情，不过我可以帮你。你？早就听闻雍州凤七吴，巾帼之躯执掌凤家，同为女子，深感敬佩。我会帮你的。你不是说了吗？这几日待在一起，刚好把此事给彻查了。也好，凤尚书，你且好好静养。国库被盗之事，交给我和他处理吧。当然，听闻凤尚书聪慧过人，此事还需要你的帮忙。他的府上我去不了，别院他又去不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可辅助在凤家，叨扰你几日可好？那自然是可以的。多谢殿下，多谢风姑娘。希儿，给二位准备客房吧。是。就这么办。白老英雄，风姑娘这几日与我家殿下正在查案，可能未能回到别院，她让我再通告一声。这丫的，知道了，你坐吧。白老英雄之前拜托水榭查的事情已经有所眉目了。根据水榭的调查，这假玄机令出现的前后，地境有名的铸造师宫野之失踪了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很有可能也曾是护令者之一。这幕后之人很有可能也藏于这护令者之中。失踪了。殿下说，此事可能涉及重大，还请白老前辈多加小心。多谢殿下提醒。此次国库被盗，丢失银业1万两，旧时账目一项。不过说来也是奇怪，进到国库之后，拿一些金银财帛也就罢了，为何连账簿都拿走？所以我那三弟才会状告周侍郎，说他监守自盗。为了印证罪证，找人偷走了账簿。若是找不到账簿，周侍郎难逃其责。为了避免有人私动国库账本，账本封存之后，便会有专人搭长梯，将账本置于架子最高处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拿到。就算以我的轻功，若想登点，也需要助力。我上去观察过了，上面除了2个掌印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助力痕迹。
难道此人有4、5丈高？这是什么？国库地面乃是由特殊材质铺设，坚硬无比，能留下印记，恐怕此人得有几百斤之重。体重几百斤，身长4、5丈。若真要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进到雍京城里，就会被当作是怪物一样的给关起来，怎么可能还肆无忌惮的到这儿来偷东西？难道真的是精怪在作祟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协同而行，层层叠战而成，看似是巨人，其实只是几个玩耍的把戏。没想到你在推理断案方面，竟然还有如此能力。我也不只是这一个优点的。你之于我，宛如宝藏。即便是如此，我们也很难知道他们到底有几个人，这几个人分别是谁。现在离真相还远着呢。你的问题我倒是可以回答，应该是有5人。为何？如果只是构陷周侍郎伙同他人盗窃国库，直接偷走账本便是，为何还要多偷银钱？那必是因为入库之人也被这财帛迷惑，才动了心思。你想，若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自然是能拿多少拿多少。没错，16两为1斤，1两银叶，足足有625斤之重。正常的成年人，负重在100斤有余，所以可以推断入库人数在5人上下。原来如此。1箱银叶2000两，总共有5口箱子丢失。悄无声息地将这5口箱子全部拿走，也是有些本事。你看这儿，这个地方有掉漆的痕迹，但是很新，应该是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。国库的火漆都比较独特，应该是个线索。恭喜少主。这蓝阴蔽月只能暂时抑制血症，若想彻底解决它，还得掌控玄极令才行啊。属下已在秘密准备重建巨虚军。如今少主深功已得，我们是否要离开了？为何要离开啊？我倒想看看这风兰溪如何破局。看来要在这雍京多待些时日了。若能借机除掉他，也未尝不可呀。想不到风姑娘不但武功盖世，就连探案也是在行。能够得到七无的夸赞，我做这一切也就足够了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找不到盗贼啊。有一点我倒是好奇，他们在行动之时肯定会用到机括的配合，可这些机括之物根本就拿不回城内。据我所知，雍州把控甚严，这些机括这么运回城内，怎么会不被人知道呢？
若是平日，自然是难度不小，但这个时节倒是有可能。每逢年节，周边各城的戏班便会入京表演。这些戏班一般会带着自己的行头以及搭建舞台所需用品，若将机括藏于其中，不易发觉。只是这戏班少说也有10数之多，又该如何查找呢？这倒不难。这些窃取库银之人，在戏班中想必都是知情之人。第一，戏班不会太大；第二，戏班可能就是个幌子，一定不会是老牌戏班。加之他们为了行动方便，一定不会住在客栈里，会选一个隐蔽的院落。按照这样的信息找下去，寻找他们的踪迹就容易多了。按照以往规矩，戏班一般会待到上元节之后再离开。那戏班为了不让人起疑，定然还留在城中，而国库之银定难在雍京之内销赃，所以库银应该还在他们手里。只要找到库银，便可找到他们的罪证。对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没了，我想说的都已经被你们说完了。我会派人调查，寻找戏班所在。有劳殿下了。啊，那今日之事就拜托你了。七武，我曾听说你曾领3万士卒在铜山之下退敌数倍，实在令我佩服。今日得空的话，可否与我仔细说说？风姑娘愿意听，七武自然是愿意讲。而且七武对风姑娘在江湖上的传闻也是十分好奇，不如你我去书房详聊。行，另要与我仔细说说。好呀。怎么感觉我是那个多余的？殿下，让水榭的人迅速调查京城戏班的情况。是。殿下是要去何处？可需要陪你？我想静静想想案情。这玉簪是真好看，好看。七武，这个送给你吧，好物配佳人，给你买了。那七武就却之不恭了。只是七武也不能白白受礼，风姑娘也挑一只吧。好，我觉得要不就这只。这桐木簪确实难得一见，风姑娘好眼光，说明我们的目光一致。风姑娘笑什么？我笑啊，有只黑狐狸在后面一直跟着。老板，多少银两？10文钱。来，多谢。走。哎，七武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这叫鹊桥舞。雍州境内很多画本子上的情爱故事都是从鹊桥舞开始的。有趣。哎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七武，你方才说羡慕我，既然羡慕我，就勇敢的去尝试。人生在世不过100余年而已。跟着我。老板。哎，2位姑娘，快带上。好了。走吧。哎，七武，哎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是担心公子既然来了，为何还要偷偷跟在后面啊？已经说过不来了，此时又突然出现，难道我不要面子了吗？画本里的才子佳人都是放下面子，直抒胸臆，最后才抱得美人归的。少看那些画本子。哎，我这是想公子之所想，急公子之所急。
公子，可愿意与我一起共舞？想与我共舞，那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公子长得很像我一个消失之人。难不成是姑娘的心上人？不是，是一个处处与我为敌的人。姑娘话虽这样说，语气却并无敌意，想必也并不讨厌此人。来都来了，还死要面子。童心，你说什么？起舞，无事，我们继续跳吧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准备的东西都是我爱吃的。你多吃一点。殿下。秀儿，去准备一些殿下爱吃的。不用了。来一壶茶给我就行。是。昨夜你们出去玩得如何？你说呢？我又怎么知道呢？和风姑娘一起出游，真是别样的体验，开心得很。哦，对了，水榭传来消息，符合我们推论的。只有南城的大副班。既然找到了，就上门去查。他们若真是盗贼，应该早有防范，恐怕很难查。这个好说，正大光明上门查。我有计划。黑狐狸，你得帮我。我？请问这就是大副班吧？是啊。不知二位有何贵干？来看看，学艺学艺。你是故意的？我当然是故意的。你忘记让我做舞女的事情了，这次算便宜你。你怎么这么记仇？你就不怕我不会唱？兰溪公子，什么事情能难住你呢？快点！来，这边要抬高。两位留步。就在此处吧。公子，请吧。可否借扇一用？看今日天气好，晴朗，唱得真好，风吹来，百花香哟。好，公子果然是唱功了得，还未请教公子高姓大名啊？在下沐风，丫鬟小溪。好，我同意让穆公子留在我们戏班，不过呢，也仅限于雍京期间，待上元节过完，你们呢分完盘缠就得离开，可否啊？多谢。至于姑娘，你也会唱戏？我不会唱戏。我平时都是照顾我家公子的。哦，哈哈哈哈。好，
那姑娘就帮忙打杂吧。哎，翠红，你带姑娘先去收拾收拾后院。好，姑娘。那公子我先去了。老四，给穆公子打盆水，让穆公子好好收拾收拾。多谢班主。公子，公子，请。想不到唱得真好。是啊。大哥，你为何会同意此二人加入呢？既然要演戏班，那自然是要演得像一些。他若真是个角儿，也能帮咱们遮掩一二。而且万一要是东窗事发，也好有个顶包的，不是吗？若他是官府派来的呢？那更好办，此处就是他们的埋骨之地。有贼啊！有贼啊！来人呐！抓贼啊！来人，快点过来！给我过来，快点！怎么了，大哥？有贼！有贼！有贼！那个穆公子的丫鬟怎么没来？她不是跟你们住一起吗？我们听到班主喊声就赶紧起来了，结果发现丫鬟早就已经不在房内了。是啊。哎，穆公子也没来啊？跟我来！班主，这是怎么了？穆公子，方才外面如此吵闹，你怎么没出去看看呀？是吵闹，可能看戏本入迷了，再加上我这个房间比较偏，就没听到。请问穆公子，你的丫鬟去了何处？我不知道。你说谎！若寻常人丫鬟不见了，第一反应应该是焦虑询问，而不是矢口否认。说，他人到底在哪里？哎，大哥，人在这儿。说吧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都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问？班主，其实，他不是我主人，他是我夫君。夫君？谁知道？那你们为什么要假扮主仆？我们是私奔而来。我是随城李家的李玉兰，我夫君是随城青燕班的。我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奈何家父不同意，所以才只能私奔。又奈何还把家父找到我们，迫不得已才假扮主仆。班主，我跟夫君都特别感激你能收留我们，只是不忍与夫君分离，所以才回来找夫君的，惊扰大家了。你是不是尚云海？夫君，他知道你的身份了。你知道他？青燕班乃是有名的班社，小生尚云海更是名满天下。我怎么不知道？1个多月前，听闻尚老板和随城的一位小姐私奔了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二位，真是我的荣幸啊！实在是无奈之下，才假借了名号，还请班主恕罪。原来如此啊，那这都是误会了呀！哈哈，尚公子，方才院里遭贼了，我这才带人前来查看，这没想到，这倒是唐突了呀！啊，海涵哈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啊，告辞。
你怎么知道尚云海和李家小姐的事情？途经雾山的时候碰到他们了，帮过他们。你还真是什么都管。你眼里的事都是大事、天下事，而我的天下事就是由这样一件一件的小事串起来的。今晚我找遍了所有房间，都没有找到库印，而且今日打草惊蛇，不如明日再找吧。哎，今晚就留在这儿吧。啊，不能让他们起疑。你睡床，我打地铺即可。相公，饿了吧？我来。李家小姐，是真的喜欢尚老板吗？那是自然。若你真的喜欢，就不该带他私奔。尚老板明显是属于戏台的，这么跟了你，岂不是浪费了吗？这大好的角儿，怎么能丢了戏呢？戏比天大，这道理李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难道私情真的比这更重要吗？在下觉得并非如此。在遇到他之前，我觉得戏比天大。可自从遇到了他，我才知道，我原本只是井底之蛙。我所看的天地还不够大。尚老板，莫要被这一时的情爱迷昏了头脑啊！人生在世，便是一次一次抉择之中。反正无论如何，都要有取舍。无论如何，都会有遗憾。但我不希望他是我的遗憾。尚老板还是要想清楚的，莫要做了这无用废料，就像这旧屋子一样，处处生灰。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忽悠他的，莫要当真。黑狐狸，我好像知道这库印藏在哪儿。果然是在这儿。现在怎么办？自然是通知钟离抓人了。殿下与风姑娘真是厉害，这么快就将人犯捉拿了。不过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来跟你说，那一夜月黑风高之时，我们二人偷偷……殿下，殿下，过会儿说。这些人似乎早就已经串好了口供，很难审出来。而且刑部那边传来消息，三殿下似乎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，可以为周侍郎定罪。估计明日朝会上，三殿下就会启禀大王。现在只找到了关银，却没有找到账本。他们能够进入国库，一定是有内应才是。所以必须在明日之前撬开他们的嘴，抓住那合谋之人，再找到账本。他们已经串供，再审，只怕也是审不出来。我倒是有个法子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就算盗取国库，也应该交由刑部处理吧？你们这是滥用私刑啊！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不是刑部的人，也确实要滥用私刑。可你能怎么样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把他押过来。是。说吧，与户部私通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最好，反正我也不想问。带走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！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们不能动用私刑啊！别着急，过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们不能这样，不能动用私刑啊！李明接着审，若是不愿意说的话，拖出来砍了就是。你说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拉下去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大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他真的不知道，老二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下一个，我说，那个合谋之人乃是户部仓金部主事李大人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么快就招了？怎么了？班主为何如此惊讶？莫非是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口技这么一说？将他们再次看押。钟离，让川渝立即抓人。是。把他们带下去吧。是。小事儿。既然事情已经查清，凤尚书也就不必担心了。多谢殿下。我也确实该回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。等我。好吧。你也多关心关心殿下吧。他有什么好关心的？走吧。这风姑娘真是世间奇女子啊，一言一行皆不合礼教，张狂无忌，更胜男子。可明明无礼无规，却让人由心底生出惊叹与艳羡来。这样的女子，世上只得这一个吧。殿下，人已经抓到了，事情也已经问清楚了。多亏我们去得及时，账本还没来得及毁掉，足以证明周侍郎的清白了。把所有证据交给凤尚书，让他明日朝会禀告父王。是。等等，你之前说过，你看过不少的画本子，那上面都是如何做的？什么如何做的？就是抒发胸臆那些。殿下是要准备对风姑娘表达感情了？快说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这大东朝各州的画本子啊，我是最了解了。从才子闺秀到豪侠佳人，我是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啊。要说这直抒胸臆啊，确实很讲究。这男子对女子啊，要表达爱意之时，必须要有3大因素：情境、情话和定情物。情境、情话、定情物，这难道和战争一般，讲究的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？若是殿下这么理解，也不是不行。这表达情爱之举啊，可不比这行军打仗来得简单。所谓这情境啊，分为2种。第一种啊，就是这特殊的节日，比如说乞巧节、上元节；特殊的情境，比如说冬日初雪、夏日游湖。总之啊，在特定的情境里啊，会让对方感觉放松和惬意。若是趁机表达爱意，会让成功的可能性增加3成。这便如同行军设伏，必要找一处看不出来的危险之处，
让敌人放松警惕，在敌人毫无防备之时，突然出击，一招击中。哎呀，殿下这领悟能力啊，钟离是一直很佩服的。既然殿下已经了解了这情境之妙用，那我便和殿下说说这第二大要素，便是这情话。这情话可是很讲究方式方法的，若是直愣愣的和对方表示出爱意，对方肯定会拒绝，而且会觉得你是个傻子。要是表达的花哨，对方会觉得您是个登徒浪子。所以啊，这情话一定要真情实意，还要入木三分，才能让人听之悦耳，思之感动。看殿下这表情，是不明白？这有什么不明白？这情话便是军中主力，要因地制宜。若是山道之战，便以刀兵为主；若是合围之势，便以弓兵为主。殿下果然又是明白了。若是这情境合适，这情话动听，您这情爱之举便是成功了8成了。这最后2成啊，便需要借靠外物，便是这定情物。这定情信物啊，通常是用发簪。俗话说何用问宜君，双珠戴帽簪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战胜之后招揽降将，许之好意，收其忠心。这陈情也不过如此。殿下，我看您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您这满脑子沙场决斗的，这和情爱之意差得太远了。情爱之间无外乎2个字，如梦。我懂，不是金戈铁马中的那种梦，而是黄昏后的美梦。殿下是要真懂才好。起来，还用你操心？我堂堂雍州殿下，这还能不明白？倒是你，跟在本殿身边，不好好读圣贤书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倒是看了不少。去，将那《战国策》再誊抄一遍。殿下，你这是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、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。那又如何？谁叫我是殿下呢？大王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大王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事启奏。听闻奉尚书前几日遇袭受伤，今日是否痊愈了？臣已无碍，多谢大王体恤。臣今日所说之事，与那日遇袭有关。臣之所以遇袭，是因为臣调查国库失窃一事。奉尚书，国库失窃一事与贪墨一事相关，乃是父王责令本殿处理。奉尚书为何要横插一脚？微臣不敢与3殿下相争，但此事涉及户部周侍郎。大王知晓，周侍郎乃是我堂姐之夫君，堂姐所托，微臣不敢推辞，只得暗中调查，待查出实情，再与大王禀告。是暗中调查，还是要找机会为周中脱罪啊？微臣不敢。大王，微臣暗中调查，甘愿受罚，还请大王听完臣今日所奏。父王，儿臣只怕奉尚书另有所图。身为大臣，理当以国事为重，若未怀私心，理应无愧。奉尚书但说无妨。微臣明白。微臣暗中调查发现，监守自盗，致使国库失窃之人并非周侍郎，而是户部金部主事李牧。你可有证据？微臣不但有证据，而且已经抓获偷盗之人，丢失官银与账本悉数追回。微臣担心李牧畏罪潜逃，
已将其囚于家中。监理穆昭认，他与三殿下所抓贪墨3人，皆是同谋，因为畏罪，才诬陷周侍郎。失窃库银也追回了，臣已命人运至殿外。奉尚书，你这摆明了就是为了给周忠脱罪，不得已才将赃物拿出，还顺便找了个人来顶罪。三殿下就是借我10个胆子，微臣也是不敢的。大王，这是微臣查获的李牧与偷盗之人勾结的证据以及证词，还请大王过目。奉尚书几日之内便追回了失窃的库银，此乃大功，但未得圣命，私自查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吧。故责令奉尚书与三殿下封举一起彻查户部贪墨一案。臣遵旨。儿臣遵旨。少主，探子传来消息，朝会结束之后，封举就奔我们这儿来了。估计再有一盏茶的功夫，就能抵达。看来风兰溪已经把问题解决了。三殿下现在一定怒火中烧，说这玉无缘也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绣花枕头罢了。难道这风兰溪真的就这么厉害，连少主的计谋都能识破？他能一人占据4大公子中的2席，还能暗自建立起名满天下的饮泉水榭，必然是厉害的。但是他并没有看透我的算计，而是吊起我的算计。少主是故意的，可少主不是答应封举帮他对付风兰溪吗？风兰溪如此狡猾，不让他赢一局，如何让他放松警惕啊？国库之事，只是诱敌之术罢了。我真正的目的，是要将他连根拔起，彻底剿灭饮泉水榭，让风兰溪彻底丧失这争夺天下的资格。把他带上来吧。是。请。见过玉公子。三殿下脸色如此难看，是遇到了什么事吗？倒也没什么，只是玉公子为局所设之局，已经被风兰溪给识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来无言还是小看了兰溪殿下呀。玉公子可还有妙计？难道玉公子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此次失利，皆因无言小看对手。为了弥补过失，无言决定势必帮三殿下完成心愿。帮我完成心愿？玉公子可是愿意？可是愿意助我夺得世子之位？事到如今，无缘也只能违背祖训，助殿下一臂之力了。好！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故人诚不欺我。封举在此，谢过玉公子。哎，自古帝王之家，立世子皆嫡庶有别，长幼有分。而兰溪殿下既是嫡出，又年长于三殿下。三殿下若是想成为世子，就只有一法，让大王对兰溪殿下心生忌惮。因为大王最懂得权衡之术，自然不会允许身边的世子比自己还小。三殿下，无缘会赠予三殿下一个锦囊，里面写着对付兰溪殿下的方法，只是要待到他离雍京之时才可打开。这又是为何？到时候三殿下便会知晓。还有，殿下要配合
无缘演一场戏了。殿下，梁城的情况，老臣已查明，请殿下过目。梁城乃处雍清交界，又靠怒水，虽是秘密养兵之处，但此处常年被节度使于明占据，就算是王命所致，也很难顺行。而这于明为了能控制梁城，向王上建议，在怒水上游修建堤坝。只是臣派人查清，这堤坝进度极为缓慢，根本就是幌子。殿下若真要前往梁城，那首先就要除掉此人。有劳老师了。既然选择了梁城，不管前路多么艰难，都要走下去。这是按照规矩，这王子不可就藩，不得离京。那殿下想过如何前往吗？春潮快到了吧？这于明不是号称在修建大坝吗？春潮之时，便是时机。殿下，朝会结束后，三殿下便去了御务员那里，但也只是稍坐不久，便被御务员的手下请出门了。可是出门之时，三殿下似乎脸色不善，好像是与御务员决裂。此后，御务员便立刻带着仆人离开了雍京。御务员走了，此次行动幕后不正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吗？或者，御务员自知不是殿下的对手，落荒而逃了。御务员自然不是轻易认输之辈，国库一事漏洞极多，也不像是他的手段。只是我这三弟又无故纠缠于他，他只能无奈离开了雍京。应该如此了吧？那三殿下那边，继续派人盯着，三弟不会轻易认输。御务员不在了，恐怕他还会想出其他招数。是。殿下，初雪，是初雪啊！初雪，你是说这是上好的情境？殿下，初雪迎春，白雪皑皑，这自是成亲的好时候啊！殿下，其实您不用紧张。您想想，您与风姑娘相识这么久，又共同经历过生死，我相信风姑娘对您也是芳心暗许。此次成情啊，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难。我紧张吗？你说说，我怎么样？那殿下自然是人中龙凤，样貌俊朗，气质出众，就算丢人堆里，那也是格外显眼。马屁拍得没错。殿下，若是按照话本里来说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新年初雪，纷纷扬扬，倒是漂亮得很。你是在说雪呢，还是说我？都是。光在这里看雪，不免有些无聊。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如何？我们就比比看，谁能在这雍京城内找到3件事物。第一件事物，比这四处白雪还要白。2要找一件事物，比这冬日火炉还要暖。3便是寻找一事物，比这雪眼之时还要凉。如何？
比雪白，比炉暖，比食凉。好，比就比，到时候不要不服气啊。自然。怎么，现在就想耍赖了？不是耍赖，而是我已经赢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你早就准备好了这3样东西，对不对？还不拿给我看看？我要找的东西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我会一直守在他的身边。就是你啊！那你倒是告诉我，我是如何比雪白呢？你身上的素衣，即使穿行风雪，依然格外醒目，自然比这白雪还要白。那为何我会比炉热呢？你的眼神，看我，虽然极力克制，但让我依旧能感受到这份情感。这情感，自然比这火炉还炙热。脸为何这么烫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既然你都说我的眼神如此炙热，那为何还会比食凉呢？寒风吹雪，佳人朱唇，却不肯表露心意，自然是朱唇凉凉，能开气口了。世间情爱，哪有女子先开口的道理？所以我说了，如此这般，殿下必能抱得美人归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，请他过来。是。就初雪时节，就得配上这青州古董羹，那才叫绝味。早就听闻这青州的古董羹辛辣无比，七武平时饮食清淡，倒不敢轻易尝试。你看着红锅翻滚，看着是吓人，不过倒是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波霞贡。古人啊，喜欢在这种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约上3、5好友，把酒畅欢，随心取食，真是好不痛快。随后又作诗云：浪涌晴江雪，风帆晚照霞的美景给它铸成。你呀，不能老是嘴上说想尝尝，还是得亲自一试才行。来，试试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爽辣无比啊？快喝酒，快喝酒！回味如何？这出场确实辛辣无比，口中除了热辣，并无其他感觉。不过之后却有股清香，口味确实独特啊。这古董羹啊，是由辣椒、花椒还有佐野牛肉炒制而成，就是这样的口感。哎，风姑娘，对这青州古董羹如此熟悉，莫不是青州人？当然，
封姓乃是青州国姓啊，那青州真是一个巾帼出英雄的好地方啊！前有开国封王，后有西云公主，又有风姑娘此等人物，真是令人艳羡。这有何令人艳羡的？无论是我，又或是西云公主，又或是蜂王，都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世人应当人人平等，男女更是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七武也可以。就为你这句“无论男女，生而平等”，自然要干一杯。来。哦，对了，七武，改日我们换上男子装扮，去野外策马，去体验勾栏，不受这女儿家的拘束。就依你所言。殿下，风姑娘不在别院。她去哪儿了？风姑娘今日一直和凤尚书在一起，一整日。听凤尚书府里的下人说，他们一早便出门了，先是去闲逛了许久，后去吃了青州的古董羹，下午去园子里听了戏，晚上后才回家。她这一天倒是精彩。殿下莫要烦恼，就算这出血不行，还是有办法的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有上元节、七夕、中秋。总之啊，我们除了这些情境，其实还可以制造情境。对，我怎么忘了？府内的烟火可还有？烟火有啊，哎，这烟火情境也是画本里的妙招。明日，替我再约他一次。风姑娘，钟离小哥，风姑娘，我家殿下今日晚膳在如意轩等着风姑娘。他可是有事，我今天还有事情。若只是吃饭的话，可否改日？风姑娘去了就知道了。我家殿下还挺着急的。好，知道了。戌时一刻，莫要忘记。不会忘记的。小姐，你最近脸上的笑容倒是多了不少，是吗？是啊，自从认识了风姑娘之后，您真的变了不少。现如今，我也能明白，为何殿下对她刮目相看了。可惜风姑娘是个江湖侠女，殿下若真是要娶了她，恐怕……若是别人，恐怕是个问题。但若是她，我相信，无论是殿下，还是风姑娘，都不会被这件事难住。那小姐呢？我与殿下，今生便只能做君臣。若要与她相比，那才是自寻烦恼。不知是何事惹我们七无烦恼啊？风息，你来了。昨日的初雪古董羹之约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今日我们去安排一下。没忘。秀儿，准备3身男装来。是。等待会儿我穿上了男装，可就是再世潘安的模样了。七无可不要被我的容颜沉醉迷惑了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好好的欣赏欣赏。哎，你快，把它放那。哎，对。哎，还有你，快，把它放那。对，那儿空着呢。好，快。哎，殿下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就等风姑娘来了。烟火也备好了？当然准备好了，到时候啊，只需要殿下拉着风姑娘的手，我便会按照计划点燃烟火。祝殿下旗开得胜。你去打探，他到哪儿了？是。
风姑娘怎么带我家小姐来这种地方？小二姑娘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还能出事不成？三位公子，里边请。请。三位公子请坐。昨日雍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家娘子今日他们是来参加本殿花魁韶音姑娘的诗会，谁若能赢得诗会，才有资格陪韶音姑娘共度良宵啊！三位公子，请慢用。多谢。这一地白雪白，黑瓦显出来，风雪袭人冷，春宵好作暖嘛。我家娘子说，公子这诗倒是通俗易懂。风息，这诗如何？这就好比是个大白话，就像这个糕点真干是一个道理。漫天飞雨落凡尘，青鸭枝头赛梨梅。愿为佳人多采撷，又恐炉暖生青烟。我家娘子说这位公子的诗算是中品，比刚才那首倒是好了不少。只不过这词藻虽艳，但大多来自古人，诗人雅慧，罪不可得。那既然如此，还请这位公子作诗一首吧。做就做。推窗迎面鹅絮飘，心仪难道春来早？满街白首稚童笑，只道雪夜胜春宵。好诗啊！好诗，好诗。满街白首稚童笑，只道雪夜胜春宵。公子倒是把这雪夜写活了。这位公子，我家娘子请您入阁小叙。这样就能去啊？还有好多公子并未作诗呢。这位公子，有你这首诗在，在下心服口服。公子，快去吧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此刻已近戌时了。戌时？戌时一刻，莫要忘记。我家殿下还挺着急的。坏了，七娥，走，快！等等，公子是看不上奴家这蒲柳之姿吗？竟然如此嫌弃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他来了吗？还未。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四处打探，发现风姑娘和凤尚书因男装打扮进了香乐坊，一直未出来。香乐坊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他。殿下，你可以看不起我们，但是不能轻视了韶音姑娘。在下真的没有轻视谁，只是我真的有急事，还望姑娘理解。既然公子有事，又何苦来参加这诗会？难道不是为了我而来吗？虽非为姑娘而来，我又看到姑娘不爱银钱，以诗比才，确实令在下心生向往，因此助兴。但的确不是为了别的。若是为了别的的话，反而有些本末倒置，辜负了这番美意。今日偶得一诗，能得姑娘喜欢，以为这夜晚增添色彩，已经足够。以诗会友，已经足够。公子才是真正风流上品的人物。韶音受教，韶音姑娘而来啊！对呀，来这儿干，我们就说的。这位公子，诗会已经结束了，还请公子明日再来。等一下，这位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最起码也要给韶音姑娘一个交代。就是啊，给个交代明白啊！让开。说走就走。今天这怪事还真多，先是赢了诗会不见韶音姑娘，现在又整这么一出。我常见家中妇人来抓人的，这男子来青楼抓另外一位男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不会是……既然那位公子已经走了，今日便散了吧。韶音姑娘，韶音姑娘，散了吧。殿下，还有狐狸，殿下，还是不怪，听我说，殿下，七娥，
若殿下要责罚，就责罚西吴吧。小姐，你这是关心则乱，殿下是不会为难风姑娘的。我们先回府吧。黑狐狸，你听我说，你总要听人解释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女扮男装，然后跑出去。不是因为这个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带齐武一起去。也不是因为这个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没有按时赴约，对吧？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不过，我气你不曾将我的话放在心中。别生气了，晚上一同喝点啊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，黑狐狸？那么久我都等了，我又怎么会在乎这些事情呢？什么时间？大声点。我为了狩猎一头灰熊，在山里等了很久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打熊这种事情要讲究技巧的，例如说，在你面前嗖的一下跑过一只熊。说你的事，说什么打熊？是你说的熊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不是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幕后之人很有可能是针对蓝银碧月而来，很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。可你还是到处乱跑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勾栏青楼，人多眼杂，你就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吗？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有在听吗？你吼我？你刚才在吼我吗？即使我做错了事情，你怎么能吼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面子？你没有。本来我是有一些内疚的，不过你刚刚那么一吼，内疚都跑光了。好好想想你自己的问题。知道错了吧？洗手了，快，放烟花，快！你倒是聪明，差点真让我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你不若一世这情字，抬头看月光，如同似过往。如若一生真爱痴，梦云起雾让，曾泪眼心茫，逍遥不安。这该不会是哪个公子哥陈情用的吧？这种话本里的烂套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。成不了，指定是成不了，真俗。你走吧，莫要烦我。殿下，这些可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画本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爱惜它们啊！知道了。你读的书够杂的呀。啊？这本经……殿下，这本不合适，这本不合适。不知道殿下要这些书做什么？他竟然觉得烟花俗气。我要看看这些书里能不能找出点新的点子来。古人不是常言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吗？我还以为殿下要放弃了呢。本殿是那样的人吗？殿下对风姑娘如此真诚，此次陈情必能抱得美人归。风息姑娘，
你这棋都快被我吃完了，确定还下吗？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言。七武，那日烟火之事，我回去仔细想了一想，那该不会是黑狐狸准备的吧？你可总算反应过来了。所以，他还是想向我。若我猜的没错，那日，殿下是想向你表明心迹。这种画本里的烂套路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，成不了，指定是成不了，真俗。只是什么？你不喜欢他？我没有不喜欢他，只是他这个人吧，缺点很多的。比如说，他心机多，做什么事都要深思熟虑。再一个就是他为人很霸道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控全局。还有一点就是他冷冷冰冰的，就像所有人都欠他钱一样。总的来说，他这个人就是人间难得，天上少有。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啊？你可知道，你说起他的缺点，都是眼里带笑，眉梢带喜的。人总喜欢在夜晚的时候仰望星辰，你仰望一颗星，不仅因为它发光，也是因为它是看不透的。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的心我自己还是很了然的。只是这种事情吧，他还是要讲究一个时机。况且他昨天晚上也没有对我。你的心已经乱了。你可记得初雪那天你与我同游，殿下派人找了你一天都没找到，后来才知你与我在一起。你们几乎都懂了，我又怎么会在乎这些事情呢？我为了狩猎一头灰熊，在山里等了很久。你才是狗熊！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那现下我也不好先开口了吧？那我问你，若是殿下再次向你表明心迹呢？朱莉，你去别院告诉他，上元之夜，我要他上灯。是，殿下。